欢迎回到戴蒙财。上一期我们深入探讨了投资巨擘瑞达里奥的思想，了解了他传奇投资旅程背后的核心原则。我们谈到了经济机器、多元化是投资的圣杯，以及理解历史和周期等等。但原则就是 principles， 如何将它们付诸实践，才是真正见证奇迹或大师功力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达里欧最著名的投资策略之一全天候策略的神秘面纱。它是什么？它是如何诞生的？以及最关键的，它在面对市场的狂风暴雨时究竟表现如何？那么全天候策略的诞生呢，是为家族信托设计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已经积累的财富，但您的目光已超越了自己的一生。您如何确保您的家人能够获得真正的长久的安全，即使在您离世很久以后，不仅仅是几年，而是能够安然度过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经济风暴，无论是繁荣、衰退、通胀还是通缩。这对瑞达里欧来说并非假设，这正是激发他创造全天候策略的那个问题。这个策略最初并非为桥水基金今天所服务的那些大型机构客户而设计，不，它的根源要个人化得多。它始于为他自己的家族信托基金制定的一份蓝图，其目标并非追逐最高的利润峰值，而是建造一艘诺亚方舟，一艘足够坚固、能够经受任何气候考验的金融之舟。它所依赖的不是市场预测，而是内在的平衡。那么如何做到呢？通过研究历史，达里欧识别出在不同的经济季节中，哪些资产会蓬勃发展，哪些会萎靡不振，然后运用一种叫做风险评价，也就是 risk parity 的概念。它力求平衡的不是资金本身，而是风险，将风险均匀地分配给那些能在不同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资产。这就像组建一支冠军队伍，不仅仅需要明星球员，更需要能应对各种状况的专家。那么这支队伍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经典的全天候配置平衡了股票的增长潜力，约占 30%， 债券的稳定性和抗通缩能力，这个占比较大，约为 55%， 分散于长期和中期债券，以及黄金、大宗商品等硬资产的抗通胀韧性，合计约为 15%。 组合建议用像 VTI， 也就是股票， TLT 和 REI 债券， BBC 和 GLD 也就是大宗商品和黄金这样的 ETF 来构建这个组合。这是一个为寻求中间地带而设计的投资组合，风险适中，旨在实现稳定增长，并能承受不可避免的市场颠簸。那么全天候策略的回测，我们来看一下。理论是优雅的，但结果是具有揭示性的。这个策略在时间的无情考验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翻开历史记录，来看看组合的回测数据。想象一下，最初只投资1美元，在长达惊人的154年里，可以回溯至1871年，在全天候原则的指引下，这1美元会增长到超过12000美元，复合年化回报率约为 6.6%。 当然它也曾遭遇风暴，比如大萧条时期，那是他经历了最大回撤，花费了近6年时间才完全恢复。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近到一个人的可投资生命周期，比如过去的46年，自1979年算起，投资旅程变得稍微平稳了一些，
年化回报率提升至接近 8.8%。 而在一个典型的30年职业生涯跨度内，从1995年开始计算呢，表现依然亮眼，年化回报率约为 7.6%。 但是呢，全天候并不意味着永无风雨。该策略相对平稳地度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金融危机。然而在2022年那场独特的风暴，高通胀、激进加息、地缘政治冲突给它带来了几十年来最严峻的考验，使其从高点回撤超过 23%。 截止今天，该策略仍处在这次回撤中恢复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入 CTA 后的回测，也就是说，我们能否进一步优化这一个本已相当稳健的策略呢？我们在前面巴菲特组合、60:40股债组合、哈利布朗永久组合中都探讨了加入 20% 的 CTA， 也就是商品交易顾问的策略配置，通常是趋势跟踪基金。当我们将这种策略混合进来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30年的回测结果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年化回报略有提高，接近 8%， 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最大回撤几乎被削减了一半，降至约 12% 左右。这可能意味着投资者的投资旅程会平稳得多，可以显著提升投资的体验。所以达里奥在1996年设计的全天候策略和哈利布朗的永久组合很像，目的呢是在各种经济环境下，比如经济增长或者衰退、通胀上升或者下降，都能表现相对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这就是全天候的优势，也是懒人投资法，可以放弃波动、躺平睡觉的组合。桥水基金随时公开了这个策略，但一直未推出 ETF。 2025年，桥水基金借道道富在2025年3月6号发行了全天候策略的美股 ETF， 也就是 SPDR Bridgewater All Weather ETF， 代码是 ALLW，但这个 ETF 底层资产是 1.8 倍杠杆，预计收益率和波动都会放大，手动配置还是优选，自己动手配，财富自由 so easy。 喜欢的话就请点赞、分享、订阅，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